OK， 大家好，我係 Raymond。Nothing Phone 3A 一個比較高性價比或者係定價再加經濟嘅版本咧，較早之前就已經係推出咗嘅。但係今日我哋就會有一個 Nothing 嘅旗艦級，即係佢哋最旗艦嘅版本啦。Nothing Phone 3正式推出嘅。咁今次我哋當然係最重點會係睇咗手機本身先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佢哋亦都係有一隻 Headphone One 嘅。咁呢個就頭戴式耳機啦，佢都係承傳咗佢哋最比較獨特啦，透明設計同埋都會係喺即係眾多嘅手機啦，同埋耳機各自啊，會擁有一個最 stand out 同埋獨特嘅設計嘅。Anyway， 我哋開箱先。好啦，今次 Nothing Phone 3就大改款嘅，咁佢維持咗 Nothing 嘅神髓啦，佢中間有個透明嘅機背，但係發光嘅 LED 燈嘅設計就唔同咗嘅。Anyway， 呢個包裝盒今次做到比較薄身，咁就都冇跟到充電火牛嘅，咁但係反而佢入面就後面呢個 Glyph Matrix 今次換咗 Glyph Matrix 嘅位置啦，就唔係一個對稱同埋規則嘅擺位嘅，咁但係黑色呢度就會多少少嘅玩味同埋科技感。白色嘅話咧，就個 contrast 會再大啲嘅。反而最後係呢度跟機有一個透明嘅機殼，咁呢個對 Nothing 嘅手機有機會係特別至關重要。咁始終配件嘅選擇，咁我自己都估計係冇 iPhone 咁容易揾到。咁佢喺呢度就有個 Exact Fit 嘅透明機殼。喺呢度就可以完整咁睇到晒，其實佢就機背三相機鏡頭，同埋有 Glyph Matrix 呢個489粒嘅 LED 燈嘅模組，同埋機背呢度都已經有兩個開孔係 for 收音咪嘅，機頂呢度都有一個額外嘅收音咪，機底呢度都再有一個收音咪嘅，咁係4收音咪。發現呢個位都有留空咗可以觸控嘅位置，咁佢應該係一個按鍵嚟嘅，咁就一陣間我哋再仔細睇。最後都係要用多幾秒睇一睇，係呢個 USB-C to C 嘅插電線，佢係都有用咗個 Nothing 嘅半透明嗰個外殼嘅設計。SIM 卡針啦，今次旗艦嘅 Nothing Phone 3就有黑色、白色嘅選擇，咁佢 SIM 卡針係黑色嘅版本咧，就係全透明嘅。咁我相信咧，都係一部分人就會欣賞啦，一部分人就會都係睇下實用性為主嘅。咁喺實用性上面，咁首先外觀設計都總結一下，拎翻個基本磚出嚟先，可以睇真翻少少。咁今次嘅機身係用咗雙玻璃面加金屬邊框嘅設計，正面同埋背面嘅玻璃面板係用咗完全垂直切割嘅平面玻璃。而 Nothing Phone 3係應用咗6.67寸嘅正面熒幕啦，20:9嘅比例。咁機身佢係屬於一個大細適中啦，未去到 Ultra 或者係 Pro Max 嗰種嘅尺寸，但同時間就唔係 mini 或者係細機嘅。而喺用料上面，正面嘅玻璃面板係應用 Gorilla Glass 7i 嘅，而機背係 Gorilla Glass Victus， 咁佢都好着重機背嘅。機背嘅 Glyph Matrix 489粒嘅 LED 燈呢一個模組，我哋一陣間再睇佢實際嘅操作嘅。咁但係 anyway， 佢嘅鋁合金邊框上手嘅質感、金屬感係強嘅，同埋佢嘅金屬用料都係有一定嘅厚度啦。咁估計係可以提升到呢部機嘅耐用度。咁佢嘅金屬邊框亦都喺邊緣位置做咗有少少嘅 3D 弧度，即係一個圓滑嘅過渡啦，同埋成部機嘅輪廓都係有4邊比較大角度嘅圓弧。咁所以部機係四方平面嘅，但係同時間邊位嘅圓角同埋中框嘅圓弧設計都可以上手嘅時間就有紮實，同埋同時間係一個唔會硬手刮手嘅。反而喺機身重量佢去到218 gram 同埋9mm 嘅機身，佢就冇做到最輕最薄嘅，反而有翻5150 mAh 嘅大電，有支援65W 嘅快速叉電，而佢係有支援雙卡雙待同埋 eSIM， 而佢應用嘅 Snapdragon 8S Gen 4佢都係而家比較新款嘅。咁雖然佢唔係第一部，咁佢嘅實力我哋一陣間會驗證一下打機嘅表現係點樣呢？咁而佢係有支援到 WiFi 7嘅。屏下指紋掃描器有啦，佢係應用光學嘅 sensor， 解鎖速度正常啦，都係而家旗艦機應有嘅表現。IP68 防塵防水都係有嘅，仲有雙喇叭配置，最大聲啲。咁呢度有小驚喜嘅，佢個立體感同埋個聲場包圍感係比想象中再出色一啲，聲量同埋音質係唔錯嘅。OK， 翻到嚟咁講到 Nothing Phone 3嘅設計，最後咁一定要提啦，咁就係呢個新嘅 Glyph Interface。咁首先我哋都講咗一啲佢係有實際作用途嘅操作先嘅，咁而佢亦都有一啲純粹係玩味感比較重嘅。
好啦，咁機背右上角呢個圓形嘅模組，咁佢本身就冇支援到觸控嘅操作，而佢只係開閂黑白色嘅顯示，但係反而係 Nothing Phone 3上面佢係呼應咗部機本身成個機身一個圓點設計嘅字體，反而喺實際嘅操作上面，咁首先佢係有4段嘅光暗度可以調校，亦都有支援自動光亮度嘅 Volume Indicator， 呢個係喺控制我哋部機嘅音量嘅時間，佢喺呢度直接用咗呢個填滿進度嘅形式去顯示而家嘅音量。靜音嘅時間佢係有一個小交叉嘅。好啦，鈴聲啦，咁呢個都估計你哋係會預期得到佢就係愛嚟咁樣用嘅。咁佢預設呢6個，我哋睇下邊個啱你心水。好啦，咁最主要嘅重點咧，都係佢針對翻唔同嘅聯絡人，佢可以 specific 每一個唔同嘅人可以擺翻相應指定嘅動畫。好啦，類似嘅操作喺通知上面都有6個嘅動畫同埋有6個嘅鈴聲。咁呢個我哋唔嘥太多嘅篇幅詳細睇嗱，但係簡單你6個動畫邊個最啱你心水咧？反而今次嘅重點會落喺佢係可以設定指定邊一隻 app， 而再例如揀咗 WhatsApp 係可以針對每邊一個嘅聯絡人嘅通知係有唔同嘅圖案嘅。今次係有再更加多嘅圖案。反而呢個操作係有機會幫到你影 group photo 大合照或者自拍嘅時間，咁佢直接喺 timer 可以顯示到實際嘅數字俾我哋睇到。最後呢個佢就 Glyph Matrix 以外嘅，咁額外佢有一粒紅色會喺拍片嘅時間會眨下嘅紅色提示燈。最後啦，咁喺呢度都有一個直接叫做 Glyph Toys， 咁係都係一個換味嘅操作。實際上喺機背撳落去嘅操作就有一啲似我哋殘念嘅 iPhone Home Button 嘅嗰個壓力感應嘅反饋。咁圓形啦，撳落去嘅時候佢有個機身震動。咁呢個有實際用途嘅，咁可以睇到而家嘅時間。呢個係而家部機嘅剩餘電量。最後呢個咧就相信佢哋嚟緊係會再開發更加多嘅小遊戲嘅，你可以長撳。Anyway， 有佢嘅實際用途，特別睇時間呢個反轉咗部機擺喺台面，一撳你可以快速睇到，咁呢個唔錯嘅。Anyway， 翻到嚟實際操作上面，咁頭先講到6.67寸嘅全平面熒幕，解像度上面反而去到1260×2800，佢係 1.5K 嘅解像度，有支援120Hz 嘅高刷新率，最高光亮度係 HDR10 Plus， 內容顯示喺局部嘅最高光亮度做到4500 nits。咁呢塊熒幕嘅顏色通透感同埋佢嘅色準度喺我觀察上面，佢都做到一個旗艦機嘅水準。咁佢本身都係 AMOLED 熒幕，咁佢自然有全黑嘅黑色顯示同埋大嘅熒幕對比度。實際上喺 YouTube 上面佢係可以播放到 HDR 嘅影片，喺 Netflix 上面佢亦都係有 L1 嘅認證，播到全高清嘅格式啦。咁喺播放規格呢度嘅 HDR capabilities 佢係冇列出嚟，但係實際上我再喺 Netflix 揀戲睇嘅時間，佢係可以播放到 HDR10 Plus 冇問題嘅。好啦，翻到嚟相機嘅拍攝上面，歷代嘅 Nothing Phone 出嚟嘅畫質，佢普遍顏色係比較鮮豔討好嘅，而有積極嘅 HDR。反而今次佢哋嘅旗艦機喺硬件上面，咁首先佢有5000萬像素嘅主鏡頭，有支援到光學防手震 ，sensor 去到1/1.3寸，會係比起主流嘅1/1.56寸再大一級。超廣角鏡有5000萬像素，係1/2.76寸。反而呢個突出幅度最細嘅，先就係佢嘅潛望式遠焦鏡頭，佢係5000萬像素，有支援到3倍嘅光學變焦，有支援光學防手震。Sensor size 係去到1/2.75寸，一個絕對唔弱嘅規格。佢係做到比另外2個鏡頭突出幅度再細嘅。主要原因係今次 Nothing 喺佢嘅 PCB 嘅 motherboard 上面直接做咗開孔，然之後將呢個潛望式遠焦鏡頭擺到去，你可以再喺啲鏡片入面睇到佢嘅透視，佢嘅深度係好似已經去到螢幕面板呢個深度啦。佢係直接擺到一個好深入嘅位置，而佢嘅遠焦鏡同時間係有兼顧到長焦微距嘅，咁佢有3倍光學變焦，而佢係一個5000萬像素嘅 sensor， 而可以做到6倍嘅無損變焦咯。高解像度 sensor 再加上一個長焦微距，可以做大特寫嘅。而拍片上面，今次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亦都係有支援 4K30、4K60 嘅拍片。好啦，實際嘅成像效果，呢個係超廣角鏡5000萬像素 sensor 嘅實際效果啦，咁都係一貫嘅 Nothing 效果，咁佢係有比較積極嘅 HDR， 同埋顏色相對係鮮豔嘅。完全夜晚嘅低光夜景場景，佢都係可以喺暗處位置可以拉到比較多嘅層次細節啦，而高光位一啲城市燈光佢都冇曝光嘅。
好啦，主鏡頭都喺夜景模式嘅幫助之下，佢有長曝光啦，同埋有多張合成嘅效果。咁一樣都喺極高光嘅位置，同埋喺暗處都有一個均勻嘅曝光。光亮度同埋雜訊控制啦，都係旗艦手機嘅水準啦。反而呢個挑戰咧係佢極限喺一個大背光嘅時候，人喺呢個逆光位置啦，影翻出去出面極高光嘅位置。咁人像位置佢係有足夠嘅光亮度同埋一個立體感。反而喺高光位出面嘅雲層細節，佢都係拉到翻嚟嘅，呢個小驚喜。複雜嘅城市燈光啦，都係 Nothing 嘅頭先講到效果，佢都喺高光位嘅複雜光源係有壓到翻嚟，同時間喺一啲雲層小細節佢都係拉到嘅。同時間喺一啲室內嘅光源時候，佢亦都喺極高光位置係有保留到細節，而暗處 shadows 位其實你亦都可以睇到係比較光嘅。而呢個1/1.3寸嘅大 sensor 主鏡頭5000萬像素啦，佢有2倍嘅無損變焦，亦都係應用到人像模式嘅，而佢係有支援到 HDR， 都係一個大背光嘅場景之下係完全可以做到人像光亮嘅。而喺呢個人像嘅邊緣運算準確度上面咧，今年其實唔少一啲性價比手機比 Nothing Phone 3再平嘅手機都可以做到一個高嘅準程度。咁 Nothing Phone 3自然係一個旗艦機水準，佢係可以做到側邊輪廓剪影，或者一啲單獨一條嘅頭髮絲，佢都係準確嘅，冇咩問題嘅。好啦，長焦鏡頭、遠焦鏡、3倍光學變焦啦嘅低光拍攝上面嘅表現又係點樣呢？就有留意到喺3倍光學變焦嘅時間，佢嘅可用度係高嘅，咁特別喺一啲暗處嘅位置，亦都冇呈現到好多嘅雜訊，而成張相嘅銳利度、可用度亦都係高嘅水準，而亦都有留意到喺6倍嘅時間，反而佢就有啲 soft 嘅。3倍光學變焦鏡，而佢個好處就係喺3倍，即係70mm，同埋係4倍嘅變焦100mm都係做到呢個人像模式嘅。咁而佢嘅邊緣運算都係喺側邊嘅輪廓剪影、頭髮絲、眼鏡邊框呢啲，完全係揾唔到瑕疵嘅咁，所以人像模式2025嘅手機咧都係冇咩要擔心嘅。而亦都係佢嘅 HDR 會積極，所以係終極大背光，其實人像比較暗咯，都可以拉到出面極高光位置嘅雲層小細節翻嚟嘅。大致上嚟講 ，Nothing 手機嘅成像風格佢就未有特別刻意模仿一啲單反無反相機嘅復古味道，主要係衡量佢嘅實用性啦。應該咁佢都係有積極嘅 HDR 同埋鮮豔嘅顏色。咁大部分城市燈光或者係日常生活影相就會容易影到一啲均勻曝光啦，逆光嘅時間主角都會光亮，同埋一個光線限制比較少嘅一啲相嘅。好啦，另外一個最重要係佢實際操作嘅流暢度，同埋真係用佢打機嘅時間、效能同埋佢個散熱表現嘅。OK， 今次 Nothing 係定位佢一部旗艦機嘅，而佢喺處理器上面應用 Snapdragon 8S Gen 4，我哋做翻一啲完整嘅測試。咁喺實際上 CPU 上面佢就擁有一個超大核心係 Cortex X4 嘅架構，另外嘅7個其實都係 Cortex A720嘅大核心，係3組唔同 CPU clusters 嘅頻率。喺 CPU 嘅效能輸出上面，喺 Geekbench 6嘅多核心分數上面，呢個表列咧，我哋就一次過對比到有 S8 Elite 嘅手機啦，咁都有好幾部，亦都有 S8S Gen 4一部嘅，咁我哋可以做個參照。Nothing Phone 3嘅水準就會係 S8 Gen 3一代手機當中比較好嘅表現啦，而但係佢未去到 S8 Elite 嘅。而至於喺打機嘅表現上面，有 3D Mark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呢個統一嘅壓力測試，20分鐘嘅高壓嘅打機測試。峰值效能輸出一樣都係做到上一代 Snapdragon 8 Gen 3嘅效果，而佢嘅穩定度係去到有大概接近80%嘅。而喺跑分測試上面，最後一個完整嘅1個鐘 Antutu Benchmark 嘅測試，每一次嘅測試係15分鐘嘅，咁連續跑4次就係一個鐘嘅極高壓力嘅測試。峰值效能上面去到194萬分左右嘅水準，而經過1個鐘嘅高壓應用之後，最後一次嘅分數仍然係有超過186萬分，換算出嚟穩定度係去到96% 嘅。好啦，實際嘅打機上面，咁我哋都直接入最大嘅戲肉去玩 Genshin Impact。咁 Snapdragon 8S Gen 4呢個處理器其實玩 Genshin Impact 呢一類型嘅最大型嘅遊戲都已經可以用到最高畫質，同埋所有嘅設定校到最高級別嘅畫質，最高嘅解像度啦，60 FPS 嘅設定，實際出嚟嘅效果係點呢？咁佢都係有一個完美嘅流暢，咁所以咧你會打機啦，咁佢係可以 handle 到嘅。好啦，最後我哋測試電池續航力之前 AI 功能，今次 Nothing 嘅界面係再整合咗呢個 Essential Intelligence， 喺呢度直接有連結咗 ChatGPT 嘅小工具，而係作為 Android 系統嘅一部分 Google Gemini 佢都係有原生內建嘅，咁出廠嘅時間亦都係直接撳住長撳電源掣，佢都係會召喚咗 Google Gemini。喺香港都係用翻 VPN， 實際可以做到啲乜嘢嘅 ？Right, what are the movies currently in Hong Kong cinemas right now? What about from 7 p.m. to 9 p.m. in Causeway Bay?
You're in luck. 基本上整合咗頭先問佢今日嘅上映電影，然之後實際嘅時間表啦，再喺邊一間戲院嘅實際地址俾晒我哋嘅，連咗去 Google Map 嘅連動。好，呢個係圖片嘅認知能力同埋入邊有文字嘅分析同埋翻譯嘅能力。Can you summarize this page for me in English？ 好，你大概 get 到點用啦。佢就係可以用一張相，你可以睇到成個文章嘅內容。咁然之後，如果佢係外語嘅時間，可以直接翻譯咗去我哋再去睇嘅語言。同時間整合摘要嘅，亦都可以快速咁做文章生成或者整合摘要，加埋呢個 online search 嘅。Generate a table compar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Nothing Phone 3 to the Nothing Phone 3A。嗱，呢個就一個指令喺幾秒時間入面就已經有一個完整嘅規格一覽對比表係呢個 Nothing Phone 3同 3A 嘅。好啦 ，Essential Space， 而佢仍然係有呢個獨特嘅按鍵，上面平面設計呢個係電源掣，反而下面呢個有弧形設計嘅係佢嘅 AI 掣 Essential Space 嘅掣。好，佢嘅作用係可以撳一下就即時做 Screen Cap， 長撳嘅時間其實係一路做 Screen Cap， 一路做埋即時嘅錄音，而佢係會用翻 AI 將我哋嘅錄音變成翻文字啦，然之後再識得整合摘要，其實就可以開相機對住一個地方或者係景點，撳住 Essential Key 做一個 Screen Cap 加錄音。而喺佢嘅系統 App 上面，值得我哋睇嘅都有 Gallery， 咁係佢原生自己嘅圖片庫。今次佢係已經有自己嘅 Photo Editor， 而佢亦都係有預設嘅色調，都係唔同嘅 filter。而佢每個 filter 可以自己調校佢嘅強度啦。不過喺暫時佢嘅圖片編輯入面就未有啲 AI 生成或者物件移除。好消息係可以應用翻 Google Photos。入面嘅 Magic Eraser 都係可以喺呢部機上面完整應用操作嘅，一個會係比較強嘅 AI 生成嘅一套系統。反而 Nothing X 呢隻 app 冇錯，佢就係直接控制到 Nothing 自己嘅 Headphone One。唔知道你哋有冇興趣想睇一條完整嘅長片，深入仔細睇下佢嘅功能同埋實際效果？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啊！嗱，呢個時間咧，亦都有幾個重點係值得我哋可以去睇嘅。反而佢嘅外觀設計除咗透明之外咧，佢係兩邊嘅耳機就好似左邊右邊耳仔都帶住咗兩個 cassette帶咁樣嘅，而右邊嘅機身按鍵上面，咁呢個係個滾軸嘅設計，咁佢係可以碌嘅時間係較大細聲，長撳就係 ANC 同埋 Transparency 嘅切換，而再撳一下就係暫停，撳一下再重新播放。反而呢個係撥掣嘅，咁佢撥嘅時間可以上一首下一首歌，一個 tactile 嘅實際嘅反饋。好啦，連線上面佢係比較特別嘅，喺右邊嘅 ear cup 上面嘅底邊裏面呢個位置，長撳就係進入藍牙連線模式。入咗 Pairing Mode 嘅時間，機底呢個 LED 白色嘅閃燈，佢就會閃閃下，就代表係藍牙連線嘅。同時間有支援 USB-C 嘅 Digital Audio Input， 同埋有 3.5mm 嘅 Analog 嘅 Input， 呢個都喺右邊嘅耳罩，全部擺晒右邊。咁佢呢個係個 AI 掣，撳佢啦就開翻手機裡面嘅 Gemini 嘅。反而重點喺佢嘅聲樂設計同埋調音上面，今次應用 40mm 嘅動圈單元，而今次喺調音上面 Nothing 就揾嚟 KEF， 呢個都係英國嘅品牌。咁反而我自己最着重嘅都係實際出嚟嘅音色 Equalizer 上面，佢亦都係一個8段嘅 Equalizer， 咁而佢獨特嗰個位係佢可以再仔細咁微調每一段上面嘅 frequency。我係再將佢向左向右拉，咁呢個 range 佢係6000 Hz 去到11999。Bass Enhancement 一個低音增強模式，有5段嘅調校。而喺我自己嘅聽感上面，開到3會係我自己嘅口味嚟講，認為係恰到好處，會明顯聽到低音嘅下潛力同埋包圍感會加強咗，而佢唔會太過 overpower 嘅。而佢係有支援 LDAC 嘅傳送編碼，實際拎出街嘅時間主動降噪效果。好啦，而家係用翻 Nothing Headphone One 去收音拍片嘅。咁而家講嘢就唔算特別大聲嘅，連咗去呢個藍牙手機拍片收音咧，就去平時講電話或者係 video conference 就會同而家咁樣效果。佢都有一個比較積極嘅主動降噪，咁所以我個人聲相對係清晰嘅，背景仲係會聽到一小啲頻道啦，但係唔太影響我通話嘅質素。咁喺講電話上面係有驚喜嘅。反而會係 Nothing Headphone One， 佢嘅售價係2299港幣嘅。咁佢有 40mm 單元同埋 ANC 通透模式嘅表現，通話效果各方面同埋佢獨特嘅設計啦，應用程式嘅軟件功能支援，咁佢性價比係值得入手嘅。OK， 最後電池續航力，今次 Nothing Phone 3就應用5150mAh 嘅電池，實際上喺一半螢幕光亮度播1個鐘嘅 YouTube， 睇1個鐘嘅 Facebook， 最後玩1個鐘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
實際嘅效果其實就會比較接近有5000mAh 電同埋4nm光藝製程處理器嘅手機。如果以 iPhone 16 Pro Max 做一個大機標準嘅電池續航力參照嘅話，咁其實佢嘅效果亦都相當之唔錯。用我哋嘅電池測試啦，1個鐘打機，然之後1個鐘睇 Facebook，1個鐘睇 YouTube，按比例計係用到11個鐘6分鐘嘅。而呢部機亦都係有支援到65W 嘅快速叉電，有15W 嘅無線叉電，同埋支援到反向嘅無線叉電。好啦，翻到嚟最後喺佢嘅售價上面，香港就有2個版本，係6399同埋6999嘅，就分別係12+256同埋16+512。咁佢嘅高配版係直接上咗16GB RAM 嘅，咁但係實際上而家喺預訂嘅時間，佢係有一個免費將256GB升咗去512GB，咁就稍微將佢個性價比提高翻一部分啦。咁我自己就會認為，如果你係真係比較講求個手機嘅獨特性啦，好可能係曾經用過 Nothing 嘅手機，咁而佢哋過往嘅幾部 Nothing 手機嗰個設計言語係相對咧係一個每年嘅循序漸進。咁今次佢就完全嘅一個 redesign，咁有一啲新嘅視覺衝擊嘅。